我有件事要说。景明，什么事啊？公司有个外派名额，去欧洲总部，为期3年。那名额定下来了吗？是不是有你的份儿？我就知道我儿子最优秀，这种好机会肯定少不了你。名额定下来了，是我。哎呀，这可是大好事儿啊！去欧洲总部，那是多大的出息呀！以后回来肯定能升职加薪。我就知道我儿子有本事，没白养你。哥，你也太厉害了吧！那你去了欧洲，可得给我带香水和包包回来啊，要最新款的，还有那边的化妆品，我早就想要了。对，景明，你妹妹想要你就给她带，咱们家也不差那点钱。你去了那边，好好照顾自己，多见识见识，别亏着自己。放心吧妈，我到了那边肯定给你们带礼物，不会忘了你们。那我呢？你就在家等我，我每个月会给你打生活费，足够你用。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儿？景明这是为了这个家好，男人就该以事业为重。他去欧洲外派是去闯前途，是为了咱们一家人能过更好的日子。为了这个家，这个家从来都只有你们3个人，哪有我什么位置？我不过是你们家的一个外人罢了。你胡说八道什么？你是景明的妻子，是我们陈家的儿媳妇，在家里带孩子，照顾好老人，不就是你的本分吗？我们家景明又不是不给你钱，你还有什么不满足的？结婚5年，一直没有孩子，让我带什么？没孩子怎么了？还不是你肚子不争气？我儿子这么优秀，肯定是你的问题，你还好意思说？是我的问题吗？陈景明，你告诉我，当初是谁说还没准备好当父亲，让我再等等？是谁说等事业稳定了我们再要孩子？都过去了，说这些还有什么意义？现在重点是我要去欧洲外派，你好好在家待着就行。我已经决定了，你就别再闹了。好，那就不说孩子了。你妈说让我照顾老人，可公公前年就过世了，家里就只有他一个长辈。这5年，我每天伺候他吃喝拉撒、洗衣做饭、收拾家务，你有过半点心疼吗？我就想问你，你有过半点心疼吗？我每天起早贪黑，我就想让这个家过得好一点，我有错吗？伺候我怎么了？你是陈家的儿媳妇，伺候我本来就是应该的。我把我儿子养这么大，娶你回来不就是让你伺候我的吗？你还好意思邀功？先不说别的了，这件事就这么定了，我后天出发，你这2天好好帮我收拾一下行李。真是不知好歹，我哥给你钱花，让你在家享清福，你还不满足，真是矫情。Baby, everything's ready. We'll be together in nice soon. I'll leave her here to take care of my mom. She's good for nothing else. She's been serving my mom like a nanny for 5 years, and she's used to it. With her taking care of my mom, we can be at ease and nice. 原来他要去尼斯和别的女人开启新生活，留下我给他妈妈当保姆。最可笑的是，他以为我听不懂，却不知道我上学期间精通8国语言。收拾好了吗？给我仔细检查一遍，别落下什么东西。知道了，不会落下的。陈景明，你欠我的，我会一点一点全部讨回来。这5年的委屈和付出，我不会就这么算了。Baby, I'm on my way to the airport now. I'll be on the plane soon. You wait for me in Nice. I'll be there in a few hours. 在我面前和别的女人说着这么温柔的话，看来你是真的把我当成了一个什么都不知道的傻子。
我走了，你照顾好我妈，别让她受委屈，按时给她做饭，收拾家务。知道了，一路顺风。就当我这些年的青春喂了狗。从今天起，那个逆来顺受、任人拿捏的苏婉已经死了。陈景怡，你以为我没有胆量翻你的东西，所以从不设密码？可惜你错了，大错特错。原来所谓的外派根本不是公司安排的，是你自己主动申请的。忘掉过去，重新开始。你的过去是我用5年青春换来的，你的重新开始是建立在我的痛苦和背叛之上的，真是自私又残忍。林夕，真是可笑，原来你们在一起都这么久了，还在法国买了房，真是般配的一对。喂，您好，请问是哪位？张律师您好，我之前陪朋友向您咨询过离婚事务，现在是我自己想离婚，我要让对方净身出户，这个案子您接吗？请问您现在有足够的证据吗？比如对方出轨、转移财产的证据，这些对您争取让他净身出户非常有利。我有证据，我现在过去找你。张律师，我把所有情况都跟您说一下。陈景明说公司外派去欧洲3年，其实是骗我的，他早就和别的女人在一起了。还有一份国外的购房合同，是他和那个女人一起签的。你手上现在最有力的证据就是那份购房合同的电子版，这可以作为他婚内转移财产的初步证据。我们的当务之急是保住你们名下最大额的这笔夫妻共同财产，就是你们现在住的那套房子。市中心180平，5年前买的时候300多万，现在市场价至少在680万。房产证上写的是你和陈景明2个人的名字，这是关键。我建议立刻马上将这套房子挂牌出售，我们要赶在他反应过来之前把房子变成现金，只有钱到了你手里才是最安全。我明白，这件事就全权委托您了。我要出售一套房子，有3个要求。第一，价格可以比市场价略低，但必须尽快成交。第二，要求买家全款或者能很快办下贷款。第三，交易过程中的所有事情都由我的律师全权负责。女士您放心，您这么干脆，我们肯定尽力，最快1周内就能找到合适的买家，绝不耽误您的事儿。你好，开一间大床房。苏婉，你怎么回事？怎么这么久才接电话？景明上飞机了吗？你没在他面前哭哭啼啼给他丢人吧？他已经上飞机了，我没有哭哭啼啼的，你不用担心。那就好，我告诉你，景明不在家，你也得好好伺候我，不能有半点偷懒。你明天早点过来，把我换季的衣服洗洗晒晒，还有冰箱也空了，你去买点菜给我填满。我中午要吃红烧肉，还有菜心，你记得买新鲜的。过去5年，我忍了，因为我以为只要我好好付出，就能换来他的真心。可现在，我才知道我的忍耐只是徒劳，只会让他们更加得寸进尺。我不去。你说什么？我不走了。你再说一遍。苏婉，你胆子大了是不是？你竟然敢拒绝我！你是我们陈家的儿媳妇，伺候我是你的本分。我说我不去，你的衣服自己洗，你的冰箱自己填，你想吃什么自己去买，我的事儿用不着你管，你也管不着。苏婉，你反了天了！你竟然敢这么跟我说话！我告诉你，你今天必须过来，不然我就去你娘家闹，让你娘家的人都知道你是个不孝的儿媳妇，是个白眼狼。你尽管去闹，我无所谓，反正我也不想再做你们陈家的儿媳妇了。你的威胁对我没有任何用。
苏女士，好消息，您挂牌出售的那套房，今天就有买家看中了，买家愿意全款680万拿下，和您当初挂牌的价格一样，而且要求全款速签，您看可以吗？可以，没问题，只要全款速签，过户手续越快越好，我这边没有任何问题。好的，苏女士，我这就跟买家沟通，确认好过户的具体时间，然后通知您。您放心，我一定会尽快帮您办好所有手续。好的，麻烦你了。苏婉，你什么意思？我妈给你打电话，你敢挂？你还敢拉黑我妈？你是不是疯了？是我拉黑的又怎么了？怎么了？我妈给你打电话，让你过去给她做饭，她饿了。你赶紧过去，不然我不会放过你。饿了可以叫外卖，可以下馆子，可以自己做饭。她四肢健全，眼睛不瞎，手脚不残，不至于把自己饿死吧？苏婉，你太过分了！你别忘了，你是我们陈家的儿媳妇，伺候我妈天经地义，你怎么能这么对我妈？很快就不是了。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我说，我很快就不是你们陈家的儿媳妇了。我已经和陈景明提出离婚了，所以以后请你们别再来烦我，我们之间没有任何关系了。你敢？你竟然敢跟我哥离婚？你是不是外面有人了？我告诉你，别想离婚，就算离婚，你也1分钱都别想拿到。我有没有人就不用你管了，离婚我势在必得。至于钱，该是我的我1分都不会少拿，该是陈景明的他1分都别想多要，你就等着看好戏吧。苏婉，你还敢拉黑我女儿？你胆子大了是不是？你今天必须给我滚回来，不然我就砸了你的东西，我让你好看，我让你在这个城市待不下去。刘女士，我不是你的佣人，没有义务伺候你，也没有义务听你的指挥。你敢叫我刘女士？你忘了你是谁了吗？你是我儿媳妇，你必须伺候我。我已经不在那个家了，以后也不会回去。你再这样骚扰我，再威胁我，我直接报警告你骚扰，到时候丢脸的不是我，是你，是你们陈家。你不在家，那我怎么办？谁照顾我？我儿子不在家，你不照顾我，谁照顾我？你儿子陈景明拿着我们的夫妻共同财产，在法国尼斯给别的女人买了一套房，他不是去工作，而是去和那个女人双宿双飞。而且我想你儿子陈景明在去法国之前，应该已经给你留足了养老的钱。你胡说八道什么？什么新欢？我儿子是去工作的。苏婉，你给我出来！我今天一定要打死你！苏婉，我哥才走你就翻天了，你给我滚出来！苏婉，我哥才走你就翻天了，你给我滚出来！苏婉，你给我开门！你卷着我们家的钱躲起来，你算什么东西？苏婉，有本事拉黑我们，有本事开门啊！我妈都快被你气出病了，我哥回来非扒了你的皮不可！这副歇斯底里的样子，倒真是陈家底子。我这苦命的儿子啊，在国外辛辛苦苦打拼，你却在家干这种丧良心的事儿。这钱是我哥的，你1分都不要拿！赶紧开门把钱交出来，不然我们跟你没完！我是不是卷钱，你们心里比谁都清楚，何必在这里装模作样？你还敢说话？你这个白眼狼，我们陈家哪点对不起你？你要这么害我们？少跟他废话，苏婉，你再不开门，我们就叫人来撬门了。撬门？我倒是想看看谁敢在酒店里动手。你们是想被警察带走，还是想让所有人都知道陈景明的丑事儿？您好，我是1208房的客人，门口有2名陌生女子一直暴力砸门，大声喧哗，严重影响了我的休息，也打扰到了其他客人。麻烦你们派保安过来处理一下。好的，苏女士，实在抱歉给您带来不好的体验，我们马上安排保安过去，您稍等。麻烦你们了，他们拒不离开，还口出秽言，必要的话可以直接报警。一直不开门，那我们就在这里等着吗？他就是理亏才躲着，我们就在这里等他，我就不信他会一辈子都不出来了。可要是闹到警察那里，万一……哪有什么万一？他卖了我们家的房子，就是他不对，警察来了也得评评理。两位女士，请问你们在这里的喧哗随门，影响客人休息是怎么回事？保安同志，我是里面这个女人的婆婆，她是我儿媳妇，她卷走了我儿子的钱，躲在里面不肯见我们也是没办法啊。就是她是我嫂子，把我哥的婚房卖了，拿着600万跑了，你们快让她开门。这位女士已经明确表示不认识你们，
且你们的行为已经违反了酒店规定，请立刻跟我们离开，否则我们将报警处理。我不走，今天不把话说清楚，我死也不走。他必须把钱还给我们，你们都偏帮他，他就是个骗子，你们不能放着不管。苏女士，实在抱歉，给您带来困扰了，我们马上把他们带离。麻烦经理了，只是希望以后不要再让无关人员随意上来打扰客人。您放心，我们一定会加强管理，后续会向您道歉补偿。苏婉，你这个没良心的！我们家养你5年，你就这么对我，你会遭天打雷劈的！你们看清楚，这是陈景明和林夕在法国尼斯的购房合同，用的是我们的夫妻共同财产。他所谓的外派，不过是跟那个女人双宿双飞，把我留在家里给你们当保姆。你胡说，这是假的，是你伪造的。景明不是那样的人，不可能，我哥怎么会？不可能，他在卧室跟那个女人打电话，说我除了伺候人一无是处，以为我听不懂英文，可惜他不知道我精通8国语言，他说的每一句话我都听得清清楚楚。放开我不信！苏婉，你给我等着，我不会就这么算了的。苏女士，这位是李先生和李太太，就是他们看中了您的房子。苏女士、张律师，你们好，我们看了房子很满意，希望今天能顺利签合同。李先生、李太太，你们好，我这边也没什么问题，具体的合同细节张律师会跟你们沟通。李先生、李太太，这份合同我们已经审核过了，里面明确规定，今天签完合同，你们支付90%的房款，也就是612万，剩余10%在过户手续完成当天付清，过户时间定在后天上午，你们看是否有异议？没问题，我们就是想尽快过户，早点搬进去，付款方式我们都认可。那我们现在就可以办理转账，只要合同签好，钱马上转到苏女士的账户。好，那我们现在逐条确认合同内容，确认无误后，双方签字按手印。这住了5年的地方，承载了我所有的期待和失望，如今终于要彻底告别了。那些不堪的过去，也该随着房子一起烟消云散。苏女士，合同内容确认无误，你可以签字了。合作愉快，合作愉快，合作愉快。太好了，那我们现在去银行办理转账手续。张律师和苏女士，请跟我们来。苏女士，李先生已经把612万转到您的账户了，您可以查收一下。收到了，谢谢经理。苏女士，后天我们一起去房管局办理过户，麻烦你提前准备好相关证件。李先生、李太太，后续的过户手续我会全程跟进，有任何问题我们随时沟通。那就麻烦张律师了，我们先回去准备一下，后天见。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把这笔钱妥善处理，然后正式提交离婚诉讼。张律师，我听你的，你说该怎么做我就配合你。我建议你现在就去办几个将新的银行卡，旧的联名卡直接注销，避免陈景明后续申请财产冻结对你造成麻烦。好，我知道了，我会把离婚诉讼的材料整理好，明天就提交到法院。张律师，谢谢你，要是没有你，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苏女士，这是我的工作，你不用客气。我们的目标是让陈景水净身出户，为你讨回公道。你终于肯接我电话了，你这几天到底在干什么？为什么不回我信息，不接我电话？怎么，陈总在法国过得太惬意，终于想起还有我这个妻子了。你在哪儿？这不是家里，你穿的什么？你哪来的钱去这么好的酒店买这么贵的衣服？家？哪个家？是你和林夕在尼市的海景房，还是那个我住了5年的牢笼？至于钱，你猜我哪来的？你想干什么？苏婉，我警告你，别耍什么花样。我妈说你把家里的东西都搬走了，你到底想怎么样？我没搬什么东西，就是把我们的婚房卖了而已。你说什么？你把房子卖了？苏婉，你疯了！那房子是我买的，你凭什么卖？凭什么？凭房产证上有我的名字，凭这是夫妻共同财产。陈景明，680万全款成交，钱我已经收好了，一分不少。那是我的钱，你赶紧把钱还回来，否则我跟你没完！你的钱？这5年是谁伺候你和你妈？你在外花天酒地养女人，用夫妻共同财产给她买房，你凭什么说这钱是你的？景明，这是怎么回事？房子怎么会被卖了？我们的房贷怎么办？滚！别添乱！这位就是林夕小姐吧？久仰大名，谢谢你替我照顾陈景明。不过可惜，她现在自身难保，尼斯的房子房贷怕是还不上了。苏婉，你敢毁了我的一切，我就让你陪葬！那680万是夫妻共同财产，你一分都别想独吞。你放心，我不会独吞，
因为这钱本来就该是我。离婚协议书，还有你婚内爱上了别人转移财产的所有证据，我已经让张律师发到你邮箱了，你可以查收一下。陈景明，你等着吧，法院会给我一个公道。你不仅会净身出户，还会身败名裂。陈景明，这只是你应得的开始，接下来还有更多的惊喜在等着你。ただ未来は違う私でいたい孤独を背負い心に自らかけた限り何かを失い得ることに怯え我倒要看看你没了钱还能怎么办。婉婉，你快回来一趟吧！你婆婆和你小姑子跑到我们家来了，在门口撒泼打滚，说你卷钱跑了，整个楼道的人都来看了，我们怎么劝都劝不走啊！妈，您别害怕，您和爸把门锁好，不管他们怎么闹，都别开门，也别跟他们吵。他们要是敢砸门，您就立刻报警。我现在就往回赶。婉婉，他们太过分了，满嘴脏话，把你的名声都毁了，我们老两口的脸都被丢尽了。妈，您别在意他们说的话，身正不怕影子斜。他们这是狗急跳墙，等我回去，我会处理好一切，不会让他们再欺负你们。好，那你路上注意安全，我们就在家锁着门，不出去。妈，您放心。师傅，麻烦开快一点，我有急事。好的，女士，您坐稳了。陈景明，你敢动我父母，我就让你付出惨痛的代价，你和你的家人一个都跑不掉。苏婉，你终于肯主动给我打电话了，是不是怕了？赶紧把钱还回来，否则我让你爸妈不得安宁。陈景明，让你妈和你妹立刻从我父母家门口滚，现在，马上。怎么心疼你爸妈了？早干嘛去了？你要是把钱还回来，我就让他们走，不然他们就一直在那里闹，让你爸妈在小区里抬不起头，让所有亲戚都知道你是个卷钱跑的不孝女。他以为他能掌控一切。陈景明，你好像忘了我们之间到底是谁婚内爱上了别人，转移财产抛弃妻子。你以为我只有卖房的证据吗？我这里还有你和林夕在法国的亲密照片，还有你申请派里时写的忘掉过去重新开始的邮件。你猜，如果我把这些证据打印出来，送到你母亲住的小区，挨家挨户的送到你欧洲总部的纪检部门，会怎么样？你费尽心机想要的前途，想要的新生活，会不会瞬间变成一个国际笑话？你敢？苏婉，你别逼我！我逼你？是你先逼我的。陈景明，我再给你最后10分钟，10分钟之内让你妈和你妹从我父母家门口消失，否则我们鱼死网破。我说到做到。好，我让他们走，但是苏婉，这笔账我跟你没完。没完，那就走着瞧。你欠我的，欠我父母的，我会一点一点连本带利的讨。陈景明，你以为这就完了？不，这只是开始。你让我父母受的委屈，我会让你和你的家人加倍偿还。婉婉，他们走了。刚才你婆婆接了个电话，脸色大变，就拉着你小姑子骂骂咧咧的走了。你快到了吗？妈，我快到了，您和爸别担心，一切有我。婉婉，你可回来了，吓死妈妈了！他们太过分了，满嘴胡说八道，说你卷了陈景明的钱，跟别的男人跑了。这个陈景明太不是东西了。爸妈，你们看，这是陈景明和林夕在法国的购房合同，还有他们的亲密照片。这是他跟女人打电话的录音。他所谓的外派，就是跟那个女人双宿双飞，把我留在家里给他们当保姆。这5年，我在陈家每天洗衣做饭，伺候他和他妈，尽心尽力。可我得到的却是他的背叛和算计。他根本就没把我当成妻子，只是把我当成一个免费的保姆。这个混账东西，太欺负人了！婉婉，你放心，爸妈永远站在你这边，这婚必须离。我们一定要让他付出代价。对，离，咱们不受这个委屈。这5年你在陈家受的苦，爸妈都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以后咱们好好过日子，再也不跟他们陈家有任何牵扯。爸妈，谢谢你们，有你们支持我，我什么都不怕。他们让你们受了这么大的委屈，我会让他们加倍偿还。陈景明、刘桂兰、陈瑶一个都跑不掉。婉婉，爸知道你受了委屈，
想怎么做，爸都支持你。但是你要注意安全，别跟他们硬碰硬，用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希望张律师能帮上忙。苏女士，昨晚的事我听说了，你没事吧？你父母还好吗？我没事儿，我父母也还好，就是受了点惊吓。张律师，麻烦你帮我找一个靠谱的私家侦探。我要查刘桂兰和陈瑶的一切，包括他们的工作单位、社交圈子、平时的所作所为。好的，苏女士，我这边有一个合作多年的私家侦探，很靠谱，我把他的联系方式发给你，直接跟他对接就行。费用方面我跟他打过招呼，会给你优惠。谢谢你，张律师，麻烦你了。不客气，苏女士。另外，离婚诉讼的材料我已经提交到法院了，法院已经受理，后续有消息我会第一时间通知你。你这边注意收集陈景明和他家人骚扰你的证据，对后续判决有帮助。您好，我是张律师介绍的，想查2个人的详细信息。刘桂兰、陈瑶是母女关系，这是他们的基本信息和照片。好的，苏女士，我这边马上开始调查，大概1天才能给你结果。调查费用先付一半，结果出来后付另一半，我把收款码发你。刘桂兰、陈瑶，你们不是喜欢闹吗？那我就让你们闹个够，我要把你们的底儿都扒出来，让你们身败名裂，让你们尝尝被人指指点点的滋味。大家给我评评理呀！这个儿媳妇，她卷走了我们家全部的积蓄，丢下我这把老骨头就跑了。刘桂兰，你不是喜欢演戏吗？今天我就让你演个够，让所有人都知道你的真面目，知道你们陈家的丑事。这时候，她的出现犹如一道。大家快看，这就是我那个不孝的儿媳妇苏婉，卷走了我儿子的600万跑了，现在竟然还敢回来！大家快评评理，看你这次怎么狡辩！就是我哥在国外辛辛苦苦打拼，他在家干这种丧良心的事儿，还把我妈气病了，太不是东西了。姑娘，你怎么能这么做呢？夫妻一场，就算要离婚，也不能卷钱跑啊！是啊，太过分！百善孝为先，她不管怎么样都是你的婆婆，你怎么能这么对她？各位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是苏婉，陈景明的妻子，也是刘桂兰口中那个卷钱跑的儿媳妇。今天我来，就是想让大家看看事情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大家看清楚，这是我和陈景明的婚房房产证，上面清清楚楚写着我和他的名字，这是夫妻共同财产，我有合法的处置权。我卖房天经地义，何来卷钱一说？那房子是我儿子买的，首付是他付的，你凭什么卖？首付是他付的，但婚后的房贷是我们一起还的，而且这5年，这个家的所有开销都是我在承担。我不只承担这个，还要伺候你们一家3口，这些付出难道还不够吗？大家听听，这是陈景明昨天给我打的电话，亲口承认指使刘桂兰和陈瑶去我父母家撒泼闹事，还要让我父母抬不起头，不然他们就一直在那里闹，让你爸妈在小区里抬不起头。这是假的，是你伪造的，这是拿你伪造的！苏婉，苏婉，你这个毒妇，你就是想毁了我们家！伪造？那大家再看看这个，这是陈景明和林夕在法国尼斯的购房合同，用的是我们的夫妻共同财产，还有他们的亲密照片。陈景明所谓的外派，根本就是跟那个林夕双宿双飞，把我留在家里给你们当保姆。你口口声声说我不孝，说我卷钱，可你儿子呢？他婚内爱上了别人，转移财产，抛妻弃子，你视而不见，反而帮着他欺负我，这就是你们陈家的家风。原来竟是这样，你儿子做了亏心事，你还倒打一耙，太不要脸了！哼，真是上梁不正下梁歪，这样的家庭，难怪儿媳妇要走。刘桂兰，你敢动我一下试试？我现在就报警，告你故意伤害。到时候你和陈景明还有林夕一起上社会新闻头版头条，让所有人都知道你们陈家的丑事。大家别信他的话，他就是在胡说八道，这些都是他伪造的。哼，伪造？房产证、购房合同、录音，这么多证据，难道都是伪造的？你当我们都是傻子吗？你们赶紧走吧，别在这里丢人现眼了。自己儿子做了亏心事儿，还来这里闹，真是不要脸！滚出去！滚出去！滚出去！我不活了，苏婉，你这个毒妇，我跟你没完！妈，你等等我，苏婉，你给我等着！各位叔叔阿姨，今天打扰大家了，谢谢大家的明辨是非。事情的真相就是这样，我只是想讨回一个公道，
孩子，委屈你了，我们都错怪你了。你是个好姑娘，跟这样的家庭离婚是你的福气。是啊，姑娘，以后好好过日子，别跟他们一般见识，他们迟早会遭报应的。谢谢各位叔叔阿姨，我会的，以后我会好好生活，不辜负大家的关心。好戏才刚刚开始，刘桂兰、陈瑶，这只是开始，你们的好日子到头了。接下来，该轮到你们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了。原来是张律师那边已经有结果了，看来刘桂莲和陈瑶的底很快就能揭开了。你们欠我的，欠我父母，我会一点一点讨回来，这只是开始。陈景明还在法国做着美梦，他不会想到他的家人早已千疮百孔，而我会亲手把他的一切都撕碎。林夕、陈景明、刘桂兰、陈瑶一个都跑不掉，你们的好日子彻底到头了。我要让你们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最惨痛的代价，让你们这辈子都忘不了今天的下场。房子的事马上尘埃落定，离婚诉讼也该提上日程。陈景明，准备好接招吧，这5年的委屈和痛苦不会白白承受，所有伤害过我的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买单。让我看看你们到底藏了多少秘密。陈瑶月薪不到1万，却满是名牌，原来都是靠信用卡拆东墙补西墙，总欠款30多万，真是可笑。还靠着陈景明托关系找的行政主管工作，在公司浑水摸鱼虚报开销，当真是陈家的好女儿。刘桂兰倒是更有意思，表面上勤俭持家的退休老人，实则是个赌徒，天天泡在他家小区楼下的棋牌室玩跑得快，输了的钱都是用我的彩礼和陈景明的工资填窟窿。陈景明的愚孝，陈瑶的虚荣，刘桂兰的贪婪，这一家人的畸形三观倒是凑齐了。原来我这5年就是在给这样一家人当免费保姆和出气筒，真是瞎了眼。张律师，调查结果我看了，另外麻烦你再帮我查一下陈景明公司的举报渠道，我要让他在欧洲也身败名裂。陈瑶的工作，刘桂涵的赌债，陈景明的事业，我会一个个毁掉，让你们尝尝一无所有的滋味。不过现在还不是把你们连根拔起的时候，我会一个一个慢慢来，等离婚诉讼和财产分割定了，我们再算这笔账。苏婉，是不是你干的？你到底跟我们公司领导胡说八道了什么？人事部经理今天找我谈话，说有人举报我虚报开销，职位来路不正。我胡说了吗？你每个月报的办公用品采购单有多少是真的，你自己心里不清楚。你的职位怎么来的？去问你那个好哥哥陈景明啊。你别得意，我哥不会放过你的，他马上就回来收拾你。你还是先担心你自己吧。听说你们公司最近在裁员，你这个业务能力不行，还账目不清的关系户，怕是第一个被开刀的吧？你敢？苏婉，你要是敢毁了我的工作，我跟你拼命！我有什么不敢？这都是你自己做的孽，怨不得别人。当初你和你妈一起欺负我的时候，怎么没想过会有今天？你这个毒妇，我不会放过你的！自不量力，就这点本事也敢跟我叫板？陈瑶的反应在预料之中，这只是给他的一点教训。接下来该轮到他的信用卡和工作了。小苏，是我，王总，你以前公司的上司，好久不见。王总，没想到是您，您怎么会有我的号码？我从你以前的同事那里问到的，听说你最近遇到点家庭琐事，怎么样？还好吗？谢谢王总关心，还好，都在处理中，就是让您见笑了。知道怎么样啊？见笑什么？我早就看陈景民那小子不地道，油嘴滑舌，靠不住。当初你为了他辞职，我们全部门都觉得可惜。你可是个有能力的人，做家庭主妇太浪费了。谢谢您的认可，王总，当初也是我自己的选择，
小苏，跟你说正事儿，公司最近新开了一个项目，缺一个副总监负责市场策划。我第一时间就想到了你，你的专业能力我信得过，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回来工作？王总，您真的愿意让我回去？我离开职场5年了，怕跟不上节奏，而且我现在还在处理离婚的事儿，怕精力不够。你这丫头对自己没信心。当年你做的项目方案，现在公司还在沿用，能力摆在那里，只是缺个机会。工作的事儿可以慢慢适应，离婚的事儿不影响，你考虑一下，想好了随时找我。王总，我不用考虑了，我愿意回去，现在就有时间，随时可以去公司报到。太好了，太好了，欢迎你回来。那你明天上午来公司一趟，我们聊聊具体的工作安排，我让秘书给你发位置。好的，王总，谢谢您，明天我准时到。陈景明，你以为你毁了我的一切？不，你只是让我看清了现实。我的人生不会只有婚姻和家庭，我要重新找回自己。苏女士，王总在里面等您，您请进。谢谢。小苏来了，快坐。好久不见，你比以前更沉稳了。王总过奖了，您还是和以前一样精神，谢谢您给我这个机会。跟我客气什么？你的能力我信得过。这是新项目部的资料，你先看看。副总监这个职位主要负责市场策划，团队有10个人，都是年轻人，很有活力。好的，王总，我仔细看看。关于这个新项目的市场定位，我有一些初步的想法，不知道您是否愿意听？当然，你说。这个项目针对的是年轻群体，我觉得可以结合线上新媒体推广，比如短视频和直播，线下再做一些快闪活动，提高品牌曝光度，而且要突出产品的个性化和实用性，符合年轻人的消费理念。不错不错，你的想法和我不谋而合，看来我没看错人。这个项目部就交给你了，明天你就可以来上班。薪资待遇我让秘书跟你谈，不会亏待你。谢谢王总，我一定不会让您失望。明天我准时来报到，尽快熟悉团队和项目内容，拿出详细的策划方案。好，我相信你。有什么需要帮忙的，随时跟我说。好的，王总，那我先回去准备一下。明天见。从今天起，我苏婉不再是那个围着家庭打转的床匠的家庭主妇，我要在事业上闯出一片天，让所有看不起我的人刮目相看。苏女士，跟你说2个好消息。第一，离婚诉讼的材料法院已经正式受理了。第二，我这边建议我们可以双线操作，除了起诉陈景明离婚，还可以单独起诉林夕，以返还夫妻共财产的名义，要求他退还陈景明用夫妻共同财产为他花的钱。张律师，您详细说说，起诉林夕的话有什么依据呢？当然有，陈景明在法国给林夕买的房子用的是你们的夫妻共同财产，林夕明知陈景明有配偶，还接受其大额财产馈隐，这种行为不受保护。我们起诉他，一方面可以给他们施加经济压力，另一方面也能在法律层面明确他第三者的身份，让他付出代价。好，就按您说的办。对付这种破坏别人家庭的人，我不会有半斗心软。张律师，辛苦您了，相关的材料您这边准备就好，我全力配合。没问题，我这边会尽快准备好起诉林夕的材料，提交法院。另外，你那边也要注意收集陈景明和他家人骚扰你的证据，对后续判决有帮助。我知道了，张律师。最近陈瑶和刘桂明没有再来骚扰我，陈景明那边也被我拉黑了，有什么情况我会第一时间跟您说。那就好，你刚回去上班，也要注意休息，别太累了。有消息我会及时通知你。好的，谢谢张律师，挂了。林夕，你也别想好过，你享受了本不属于你的东西，就要付出相应的代价。这场战争没有旁观者，所有参与者都要接受惩罚。喂，
哪位？苏婉，求求你放过我们吧！陈景明被公司开除了，法国的房子要被收回了，我们走投无路了。我们还背了一大笔违约金，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我不该破坏你们的家庭。你错了，你在享受陈景明用我们夫妻共同财富为你打造的浪漫时，怎么没想过自己错了？你在明知他有妻子的情况下，还和他卿卿我我计划新生活时，怎么没想过会对我造成多大的伤害？我当时一时糊涂，被陈景明骗了。他说他会和你离婚，和我在一起，我才会相信他的。苏婉，求求你把举报信撤了吧！再这样下去，我们真的走投无路了。走投无路，你自找的。陈景明骗你，那也是你们彼此算计，咎由自取，跟我有什么关系？苏婉，我求求你，我还年轻，我不想这辈子都毁了。你要多少钱，我都想办法凑给你，只要你放过我们。我不要你的钱，我要的是公道。另外告诉你一个消息，我的律师已经正式向法院提起诉讼，告你非法侵占他人夫妻共同财产。法院的传票很快就会寄到你手上。早知今日何必当初，现在知道求我了，晚了。大家好，我是苏婉，从今天起担任市场部副总监，负责新项目的市场策划工作。很高兴能和大家成为同事，接下来的日子，希望我们齐心协力把这个做好。这是我重新开始的第一步，一定要项目做好，相信我们能共同创造新的辉煌。苏总监好，我是李明，负责新媒体运营。早就听说您的大名，以前您做的几个项目方案我们都学过，特别佩服您。谢谢，都是过去的成绩了，接下来我们要一起创造新的成绩。今天我们开第一次部门会议，主要是讨论一下新项目部的市场策划方向，大家有什么想法都可以畅所欲言。苏总监，我觉得我们的产品针对年轻群体，应该重点做线上推广。现在短视频平台很火，我们可以拍一些有趣的短视频，吸引年轻人关注。我同意，而且我们还可以和一些网红合作，进行直播带货，提高产品的销量。线下的话，可以在各大商场做快闪活动，增加品牌曝光度。大家的想法都很好，和我的思路不谋而合。线上我们主要做短视频和直播，打造产品的网红属性；线下做快闪活动和地推，线上下结合，全方位推广。接下来我会根据大家的想法，制定一份详细的策划方案，明天发给大家。大家根据方案分配工作，有什么问题随时沟通。好的，苏总监，我们一定会好好配合，把工作做好。我相信大家的能力，只要我们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这个项目一定会取得成功。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大家回去先熟悉一下产品资料，明天我们正式开始工作。这是我重新开始的第一步，一定要做好，不仅是为了证明自己，更是为了让自己的人生变得更加精彩。陈瑶，你怎么会来这里？我记得我已经把你拉黑了，看来你还是不长记性。苏婉这个毒妇，都是你害的我！这都是你自己做的孽，跟我有什么关系？你在公司虚报开销，浑水摸鱼，被开除是吃上牌造成的，难道也要怪我？如果不是你举报，我怎么会被开除？苏婉，你把我害成这样，我跟你拼命！我举报你，是因为你做错了事。身正不怕影子斜，如果你没做那些事儿，我就算想举报也无从下手。陈瑶，你现在的下场都是你自己造的，别再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我不管，你今天必须有钱让我还新闹，让所有人都知道你是个毒妇！叫保安，把他赶出去，以后不许他踏进公司一步。如果他再敢来闹事，直接报警。好的，苏总监。苏婉，你给我等着，我不会就这么算了的，你给我等着！自不量力，还敢来我工作的地方闹事。陈瑶现在已经穷途末路了，接下来他应该会去找刘桂兰。苏女士，跟你说一下陈瑶的情况，她已经被公司正式辞退，而且因为账目问题，被公司要求赔偿一笔不小的金额。她名下的信用卡也全面逾期，被银行列入了失信名单。现在银行已经开始起诉他们。这都是他应得的。另外问一下，陈景明那边有什么新情况吗？陈景明那边现在焦头烂额，他被欧洲总部开除了，法国的房子被银行收走了，还欠了一大笔违约金。协商？他也配？他婚内爱上了别人转移财产，还有脸跟我谈协商？让他死了这条心吧，法院该怎么判就怎么判，我要让他净身出户。我也是这么想的，我这边会准备好所有证据，确保法院判你胜诉。另外，刘桂兰延薪情况，现在陈景明没钱给他填窟窿，债主们已经开始找他要债了。张律师，辛苦您多留意一下他们的动向，有什么新情况及时告诉我。我这边工作比较忙，可能没时间关注这些。野苏女士，你放心工作就好，这边的事有我在，不会出问题的。离婚诉讼的开庭日期快定了，接下来我第一时间通知你。好的，谢谢张律师。陈景明、刘桂莲、陈瑶，我要让你们这辈子都翻不了身。呵呵，这就是陈景明给我的惊喜，真是搞笑。
现在跟我回忆起我们第一次见面的场景了。什么大学图书馆，阳光正好，我穿白色连衣裙，对我一见钟情，真是恶心。现在说这些有什么意义？钻狗屎恶心人，说什么我们恋爱的点点滴滴，一起看电影，一起旅行，送我的第一份礼物，字里行间全是怀念，早干嘛去了？爱上了别人的时候怎么没想过这些？哟，这就开始忏悔了，竟然还好意思说自己一时糊涂，被林夕勾引了，心里爱的人是我最实际，却变得无比恶心。陈景明，你不配拥有这些回忆，你以为用这些廉价的回忆和虚伪的忏悔就能抹去你带给我的伤害，就能让我原谅你？做梦！陈景明，我们的过去，连同你这个人，在我这里都已经被清理进了垃圾桶，再也不会有任何交集。陈景明，你现在的忏悔不过是因为你一无所有，想要求我原谅，重新开始，可我不会给你这个机会，我对你早已死心。会是谁？喂，请问是素安女士吗？我是林夕的父亲，求求你放过我的女儿吧。果然是他家的人。林先生，有事直说，不用跟我说这些。苏女士，我知道是小女不对，是她鬼迷心窍，破坏了你的家庭。我们老两口替她给你赔罪了，我们愿意赔偿你的损失。砸锅卖铁凑了20万块钱，求求你把对小女的起诉撤了吧。她还年轻，要是留了案底，这辈子就毁了。你们以为用这点钱就能买来心安理得，就能让我撤掉起诉？我们实在是拿不出更多的钱了，我们就是不忍心赔什么继续，求求你高抬贵手，不要放弃。林先生，这不是钱的问题，成年人要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林夕毁掉了我这么多年青春和婚姻，现在他也该尝尝这种滋味了。这件事我的律师会全权处理，你跟我说没用，挂了。林夕的下场是他自己选的，任何人都帮不了他，接下来就等着法院的判决。新项目的策划方案还需要再精进一下。张律师，这个时间打电话应该是又有进展了。苏女士，跟你说2个最新进展。第一，林夕那边因为无力偿还房产的违约金和银行贷款，已经被法国当地法院列入严重失信名单。第二，陈瑶因为欠下巨额卡债无力偿还，已经被多家银行联合起诉。知道了，都是他们应得的。刘桂兰她的赌债问题解决了，桂兰那边也不好过，陈景明没钱给她填赌债的窟窿，债主们天天去他家要债，吵得鸡飞狗跳，邻居们都怨声载道，他现在连家门都不敢出。真是大快人心，这一家人终于得到了应有的报应。另外，离婚诉讼开庭日了，你这边提前安排好时间，准备好相关证件，到时候和我一起去。好的，张律师，我会提前安排好工作。另外，我已经租好新房子了，到时候出发之前，我会将新地址发给你，我们一起到法院，麻烦您了。不客气，这是我的工作，你这边也注意安全，新住址尽量不要暴露。陈景明现在应该已经回国了，他现在一无所有，狗急跳墙可能会做出极端的事。我知道了，张律师，我会注意的，有什么情况我第一时间跟您说。好。终于要开庭了，这场持续了很久的战争终于要迎来结局了。陈景明，下周3我们法院见，我要让你在所有人面前身败名裂。这个佝偻着的身影怎么看着这么像是刘桂兰？她这个时候跑到我父母家门口，绝对没安好心。油漆桶、铁锤，他这是要干什么？他疯了不成？这是明目张胆的违法，他就不怕被抓吗？警察同志，我要报警！城南老城区朝阳小区6栋3单元102户，有人正在暴力砸门，企图非法入侵。我有实时监控，能清楚看到嫌疑人的脸，他还拿着铁锤和油漆桶，情绪很激动。你们一定要快点来！婉婉，你钱婆婆疯了，她正在砸我们家的门，那锤子一下下砸在锁上，声音太吓人了。我们老两口躲在卧室里，把门反锁了，根本不敢出去。你敢动我爸妈一根手指头，我一定让你付出惨痛的代价，这辈子都别想翻身。这是你自己亲手把自己逼上绝路的，别怪我心狠。我必须以最快的速度赶到。这个疯子砸不开门还不算完，竟然还想泼油漆。这红色的油漆泼在门上，得多触目惊心！他这是想把事情做绝，彻底撕破脸了。爸妈肯定吓坏了，我必须快点赶到，好好安抚他们。这么大的年纪，还要受这样的惊吓，都是我不好，没有早点料到刘桂莲会如此疯狂。快点，快点！老实点，再动就对你采取强制措施了。刘桂兰，这一次你亲手为自己敲响了丧钟，而你这愚蠢的行为，也为我即将到来的离婚官司送上了最完美、最致命的助攻。是时候了，让张律师知道昨晚的事。你是不是有什么新情况？
离开庭就剩2天了，一切都准备就绪，就等周3开庭了。张律师，昨晚出了点事儿，香桂兰跑到我父母家门口，拿着铁锤砸门，还泼了油漆，在墙上写恶毒诅咒。我已经报警了，他被监控录像和警方的出警回证我都已经拿到了，这些能不能作为新的证据提交给法院？当然可以，这绝对是强有力的新证据。刘桂兰的行为已经构成了故意毁坏财物和寻衅滋事，这份证据提交上去，会让陈景明的过错更加严重，对我们的离婚官司非常有利。你把相关材料整理好，明天开庭前交给我，我一起提交给法院。好的，张律师，我今天就把材料整理好，确保明天开庭前交到你手上。另外，刘桂兰这边的事情，后续的法律追责也麻烦你帮我跟进一下，我要让她受到应有的惩罚。放心吧，苏女士，这件事我会全权处理。你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调整好状态，准备周3的开庭，以最好的状态迎接这场官司。谢谢张律师，有你在，我很放心。那我先去整理材料了。我还以为什么大事儿呢。你放心，所有证据都整理完了，张律师也说一切就绪，就等明天开庭了。谢谢你的关心，不用麻烦你，我自己可以处理好。我还是有点担心你，毕竟我听说陈景明那个人为了利益什么事都做得出来。明天开庭，我陪你一起去，有什么事儿我也能第一时间帮你。不用啦，张律师会陪我一起去，而且法庭上也不方便其他人进去。放心吧，不会有事的。我已经不是以前那个软弱的我。对于陈景明，我有足够的底气和信心。也是，我相信你，毕竟我们的苏总监一直都很坚强。那明天开庭结束后，我去法院门口等你，不管结果如何，我都想去看看你。好，那明天见，你也早点休息，别为我担心。这场官司，我不仅是为了自己，为了爸妈，也是为了所有关心我的人，我必须赢，而且要赢得彻彻底底。镜中的我不再是曾经的苏婉，曾经的我围着家庭打转，受尽委屈，而现在的我坚定自信，这才是真正的我，一个为自己而活的我。我已做好准备，这场官司我不仅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所有关心我的人，我必须赢。你今天状态不错，看来准备得很充分。托你的福，一切都准备就绪，我们赢定了。没错，我们赢定了。走吧，去迎接这场属于我们的胜利。树倒猢狲散，这句话用在陈家身上再合适不过。刘桂兰被刑事拘留，陈瑶成了失信被执行人，被限制高消费和出行，他们想来也来不了。也好，省得看见他们让我心烦。陈景明应该快到了，他身边没有律师，看来是请不起了。也是，如今的他身无分文，工作没了，房子没了，连法国的房子都被银行收走，哪里还有钱请律师？几个月不见，他倒是老了10岁。曾经那个意气风发的陈景明，终究是消失了。他只是自食恶果，值得同情。是啊，自食恶果。他今天所承受的一切，都是他活该。苏婉，你非要把事情做这么绝吗？我做绝？当初你抛弃我，和林夕去法国，把我留在家里给你妈当保姆的时候，怎么没想过把事情做绝？当初你指使你妈去我父母家撒泼闹事，威胁我父母的时候，怎么没想过把事情做绝？陈景明，事到如今，你还在嘴硬，你做的那些事，桩桩件件都有铁证，你觉得你还有胜算吗？今天，你就要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那又怎么样？
不就是爱上了别的女人吗？哪个男人不犯点错？你至于这样吗？非要让我身败名裂才甘心？犯错？你这不是简单的犯错，转移共同财产，还指使你的家人打扰我的父母，甚至做出砸门泼油漆这样的事情。这一切都是你咎由自取，怪不得别人。原告苏婉诉被告陈景明离婚一案正式审理。首先由原告方陈述诉讼请求及事实理由。原告苏婉与被告陈景明于5年前结婚，婚后原告尽心尽力照顾家庭，而被告却在婚姻存续期间与案外女子林夕发生不正当男女关系，且擅自挪用夫妻共同财产，在法国尼斯为林夕购置房产，其行为存在恶意转移夫妻共同财产的行为。这是被告陈景明向公司申请外派的邮件，其中申请理由写着忘掉过去，重新开始。这里的忘掉过去，就是想和案外女子林夕在法国开始新的生活。被告的主观恶意显而易见。审判长，这是被告陈景明购买房产的合同，购房款来自夫妻共同财产。被告在未取得原方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将夫妻共同财产用于为第三者购置不动产，以构成恶意转移夫妻共同财产。这是林夕主动勾引我的，我只是一时糊涂，我知道错了。到了现在，还在把责任推给别人。陈景明，你这辈子都改不了这个毛病。这是被告母亲刘桂兰深夜前往原告父母家的监控录像，以及警方出具的处罚认定书。刘桂兰的行为是受被告指使，被告的行为已给原告及其家人造成了严重的损害。不是的，不是这样的。这是被告陈景明亲口承认的录音，且被告还在录音中威胁原告要去原告父母的单位闹事，其行为已严重侵害了原告及其家人的合法权益。以上所有相互印证，足以证明被告陈景明的行为。请求支持原告的请求，准许原告与被告离婚，且将共同财产全部归原告所有。被告陈景明，原告律师所呈证据，你可有异议，可有证据进行反驳。我承认我婚内爱上了别的女人，但是那680万是夫妻共同财产，我也有份儿。我妈去砸门是她自己的行为，和我无关，是苏婉心胸狭隘，得理不饶人，非要把事情做绝才这样的。陈景明，你到现在还在颠倒黑白。你说我得理不饶人，当初你背着我转移财产，把我当保姆的时候，怎么没想过留一丝情面？被告陈景明，我问你，在你母亲刘桂兰第一次前往原告父母家时，你是否知情，且是否同意？我只是让他去沟通，我没想到他会闹成那样。沟通？被告，你亲口在录音里说，我不仅让我妈去你家闹，我还会去你爸妈的单位闹，这叫沟通吗？这是威胁。被告，你不用狡辩，录音里的内容字句清晰，铁证如山，你无法抵赖。你在法国尼斯为林夕购置房产的资金，是否属于你与原告苏婉的夫妻共同财产？是，但是没有但是。被告，你在婚姻存续期间未经同意，擅自为第三者购置不动产，以构成恶意转移夫妻共同财产。根据相关规定，一方损毁夫妻共同财产或伪造债务的一方，可以少分或不分。被告陈景明存在严重的婚姻过错，情节恶劣，请求被告不分得共同财产。现在，本庭根据原告所呈证据以及双方的陈述，结合相关规定，当庭进行宣判。经查明，被告陈景明在与原告苏婉婚姻存续期间，与案外女子林夕发生不正当男女关系，且被告未经原告同意，擅自挪用共同财产。另，被告指使其母亲的行为情节恶劣，判决如下：一、准予原告苏婉与被告陈景明离婚；二、夫妻共同财产房产出售所得680万元全部归原告苏婉所有；三、被告陈景明名下所产生的债务由被告陈景明个人承担；四、被告母亲刘桂兰对原告苏婉及其家人造成的损失另案处理；五、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陈景明承担。双方当事人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提起上诉。现在，闭庭。
怎么样，赢了吗？赢了，我们赢了，彻彻底底的赢了。太好了，你终于解脱了，以后再也不用受陈家的气了。恭喜你，开启全新的生活。后续的案子以及返还财产，我会继续跟进，有什么情况第一时间通知你。谢谢张律师，辛苦你了，这段时间多亏了你，以后还要麻烦你继续跟进。不客气，这是我的工作。那我就先回去了，你好好休息。为了庆祝你重获新生，我请客，你想吃什么都听你的。好啊，我想吃海鲜，好久没吃了。没问题，那我们就去吃海鲜，走。慢点吃，不够的话我们再点。不用，这些就够了，味道特别好，好久没吃的这么开心了。谢谢王总，我马上就回去。下午的董事会，我肯定不会让大家失望的。是不是公司有急事？那我们赶紧吃完，我送你回公司。下午有董事会，要汇报新项目的策划方案，王总很期待。那好，我们快点吃，我相信你肯定能惊艳全场，你的能力我一直都很认可。法庭上的胜利只是为过去画上了一个句号，而我真正的人生才刚刚开始。我要在事业上闯出一片天，用自己的能力证明，我苏婉不靠任何人也能活得精彩。各位董事大家好，接下来由我为大家汇报推广方案。我们的项目主要针对年轻群体，结合线上推广和线下活动打造产品，同时我们会与各大博主合作提升销量。以下是具体的执行计划。我的汇报完毕，各位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提出来，我会一一解答。苏总监，你的方案做得很详细，也很有创意，但是有一个问题，这个项目的推广预算不算低，如何确保投资回报率？李董，我们在制定预算时已经做了充分的调研和分析，合理分配了预算。线上主要集中在短视频平台和直播平台，推广成本相对较低，回报率较高。线下活动主要集中在一些高端的商场和写字楼，推广成本相对较高，但是回报率也比较高。我们的投资回报率至少能在15%以上。苏总监，这个方案是我今天听过的最精彩一个，创意十足，而且考虑周全。公司会全力支持你们部门，我期待着这个项目能成功。婉婉，再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刘桂兰的案子今天也宣判了，她因故意毁坏公务财物和寻衅滋事，数罪并罚，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年，即日执行。知道了，这是她应得的，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也是理所当然。是啊，1年的铁笼生涯，对于她这种养尊处优、作为辈子的人来说，足够摧毁她所有尊严和倚仗。另外，陈景明在宣判的第2天就回国了，大概是想找你协商或处理。不过你放心，他翻不了盘。我知道了，他回不回来对我来说都没任何关系了。就算他来找我，我也不会见他。那就好，你刚在事业上有了新的开始，好好专注于工作，开启新的生活。林夕的返还财产诉讼，我也在加紧处理，有消息我会第一时间通知你。谢谢张律师，辛苦你了，有你在，我很放心。刘桂兰坐牢，陈景明身败名裂，一无所有，林夕也即将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陈家母子的下场都是咎由自取，而我终于可以放下过去，专心过自己之。对不起，如果道歉有用，还要法律做什么？更何况他这句道歉迟到了太久，也太廉价了。当初他做那些事的时候，怎么没想过会有今天？现在一无所有了，才想起道歉，太晚了。我不会给他任何机会，也不想再和他有任何牵扯。婉婉，你今天的董事会表现太出色了，这个项目就交给你了。谢谢王总，
我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会全力以赴做好项目。好，我相信你。对了，为了奖励你，公司决定给你放3天假，好好休息一下，放松放松，回来再全身心投入工作。谢谢王总。婉婉，你来啦，快进来，我给你炖了汤，刚炖好的，正好尝尝。你这孩子工作那么忙，还总往这边跑，快坐歇会儿。爸妈，你们在这边住的还习惯吗？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跟我说，我马上让人来改。习惯，太习惯了。这边环境好，安保也好，住得特别安心，比以前那个老小区好多了。婉婉，谢谢你给我们买了这么好的房子。是啊，婉婉，你现在有出息了，我们都为你感到骄傲。以后你就专心忙自己的工作，不用总惦记我们。我们在这里过得很好。爸妈，这都是我应该做的，保护你们，让你们安享晚年，不再受任何人的欺辱。这就是我奋斗的意义。只要你们过得好，我做什么都值得。终于可以回家了，这一周真是忙碌。苏婉，陈默，竟然是你！没想到能在这里遇见你。是啊，上次见面过后被派出去跑项目，想跟你联系都没时间，没想到居然能在这里遇见你，我们也太有缘分了吧！我刚结束这边的工作，准备回国。你的航班是几点的？登机后我们一起走吧。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听说你负责的新项目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恭喜你。只是运气好而已，加上团队成员们的努力。这可不是运气，是你的能力出众。当初在庆功宴上听你阐述项目方案，就觉得你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庆功宴，那个时候他就注意到我了吗？苏婉，我能有这个荣幸回国后请你吃顿饭吗？好啊。这不是那个曾经高高在上、不可一世的陈景明吗？他竟然会在这里做服务生，真是让人难以想象。对一个伤害过你的人，最好的报复从来都不是声声力竭的控诉，而是你过得比他好上10000倍。当你站在山巅享受无限风光时，那个曾经把你推下悬崖的人，却只能在山脚的泥潭里仰望你，连你的背影都遥不可及。这才是最残忍、最彻底的终极审。小苏，休假回来状态不错啊，给你看个好消息。公司决定乘胜追击，启动新项目的2期开发计划，同时准备开拓海外市场。这个项目依旧由你担任总负责人。谢谢王总，谢谢公司的信任，我一定会做好这个项目，带领团队开拓海外市场，为公司创造更多的价值。我相信你的能力，海外市场的开拓难度不小，但是挑战和机遇并存。你有什么需要，公司都会全力支持。好的，王总，我会尽快制定出2期开发和海外市场开拓的方案。这个项目责任重大，我必须全力以赴。新项目2期开发和海外市场拓展，这无疑是新的挑战。大家看一下手上的调研数据，东南亚市场的年轻群体消费习惯和国内有相似之处，但也有自己的特点。我们的海外推广方案要结合当地的文化和消费习惯做出调整。苏总监，我觉得我们可以和当地的网红博主合作，进行短视频和直播推广，就像国内一样，这样能快速提高产品的曝光度。苏总监，我也觉得。另外，我们还可以在当地的大型商场举办快闪活动，吸引消费者的关注，同时和当地经销商合作，拓宽销售渠道。大家的想法都很好，接下来我们就按照这个思路修改海外推广方案，重点突出当地的文化特色，结合线上线下的推广方式，争取让产品在东南亚市场打开局面。婉婉，你来了，快坐。让你久等了。不晚，我也刚到没多久。你好，婉婉，我觉得你是一个很有魅力的女性，不仅工作能力出众，而且性格也很好。你过奖了，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我不是过奖，我说的是实话。今天和你吃饭很开心，希望以后还有机会。我也很开心，谢谢你的晚餐。那你上去吧，注意安全，我看着你上去再走。好的，再见。
夜深了，有点冷。谢谢你，陈默。婉婉，我不知道你是否已经准备好开始一段新的感情，但我还是想告诉你，我喜欢你。我想以男朋友的身份站在你身边，陪你走未来的路。你愿意给我这个机会吗？我曾经以为，在经历了那段失败的婚姻后，我可能再也没有勇气去爱上任何人了。我愿意。婉婉，喜欢这里吗？喜欢，这里的风景太美了。喜欢就好，以后我们可以经常来这里度假。好，婉婉，快坐。早就听阿莫提起你，今天终于见到了，果然是个漂亮又干练的姑娘。苏婉，欢迎你。曾经的我现在能拥有一直活脱婚姻的阴影里，有成功的事业，有真挚的爱情，有疼爱我的家人。我相信未来一定会更好。